极热正式爆发那天，气温从45度一夜之间飙升到60度，城市电网瞬间瘫痪，空调成了废铁，水管里流出来的是能烫熟鸡蛋的热水，世界变成了巨大的蒸笼。我们这栋楼的业主群瞬间炸了锅，谁家还有水？买！我出高价买！救命！我孩子快脱水了！物业呢？死了吗？想想办法。我在群里沉默地看着他们哀嚎，然后我打开一杯奶茶，对着他拍了一张特写，晶莹的气泡，瓶身上凝结的冰冷水珠。我把照片发进了业主群，没有配任何文字，群里死寂了3秒，然后是更疯狂的爆发。林倩，是你在哪弄的饮料？林倩，你是不是有什么特殊渠道？快告诉我们！王大妈第一个跳了出来，她一向在楼里以热心肠的大妈形象示人。小倩啊，我是王大妈，你家还有吃的喝的吗？大家都是邻居，匀一点给街坊们吧，我们快撑不住了。他的语气很慈祥，就像前世他端着那碗肉汤给我时一样。我看着他的头像，回复了2个字：没有。然后我把镜头对准了我的餐桌，牛排、红酒，还有饭后甜点，一整盒哈根达斯。我录了个10秒的短视频，发了出去。这一下彻底点燃了所有人的贪婪和嫉妒。他藏了多少好东西？他一个人凭什么过这么好的日子？他肯定在楼里，把他找出来。找到了东西大家分。我关掉手机，开始欣赏监控画面里一出活生生的人性大戏。他们开始挨家挨户地砸门，很快就有人发现了我家是空的，但楼顶的巨大房车暴露了我的位置。于是他们来了，带着最原始的恶意。李虎缩在角落里，哆哆嗦嗦地掏出一个防风打火机，试图点火。火苗刚窜出来，就被极寒空气压灭。他气得把打火机摔在地上，他想去捡，却发现手指已经不听使唤，一根根脆断。妈，我冷！刚才还嚣张的壮汉，此刻蜷缩成一团哭泣。王大妈跪在地上不停地磕头，额头上的皮肉已经烂得不成样子。她嘴里含糊不清地念叨着我的名字，不知道是诅咒还是求饶。我打开内仓的单向扩音，声音冰冷的不带一丝温度。王大妈，这滋味好受吗？那碗肉汤好喝吗？听到肉汤2个字，王大妈浑身剧烈颤抖了一下。她抬起头，死死盯着玻璃，眼神里终于露出了极致的恐惧。是你是鬼，你是厉鬼索命！她崩溃地尖叫起来，声音沙哑。前世我被他们分食的时候，比这痛1000倍10000倍，这点冷算什么？我要让你们在绝望中看着自己一点点死去。我又按了一下按钮，温度设定调整为零下120度，车厢里的惨叫声渐渐弱了下去，只剩下牙齿打战密集的咔嗒声。他们开始出现幻觉，有人把身边的同伴看成了火炉，一个满脸冰霜的男人扑到李虎身上就啃，热乎的，有肉吃，热乎的。李虎手指虽断，却用手肘撞击男人的太阳穴，两人扭打在一起，在地上滚来滚去。王大妈看着儿子被打，发疯一样冲过去想拉架，结果被李虎一脚踹在肚子上，整个人滑出去撞在墙角。滚开，别抢我的被子，滚开！王大妈捂着肚子倒在地上，浑浊的眼泪刚流出来就冻成了冰珠。她看着自己引以为傲的儿子，嘴里发出号声。车厢里的动静越来越小，最后一个人也停止了挣扎。所有人都保持着生前最丑陋的姿态，被定格在这一刻。有的在抢夺衣物，有的在殴打同伴，有的跪地求饶。我盯着监控画面看了足足5分钟，确认所有生命体征全部消失，大仇得报，没有快感，只有空虚和疲惫。但我知道现在还不能休息，垃圾还在我的车里。我启动了震动除冰模式，车厢壁板开始高频震动，那些粘连在一起的尸体和冰块发出摩擦声。我调出清洁机器人的操作界面，手指在清理选项上悬停了1秒。再见了，我的邻居们，下辈子做个人吧。我重重地按了下去，高频震动波在车厢内激荡，被液氮冻住的尸体开始出现裂纹，咔嚓咔嚓碎裂声此起彼伏。李虎和王大妈这对母子冰雕率先崩塌，他们的身体在震动中化为无数冰渣散落一地。我面无表情地操控着清洁机器人进入外层车厢，机械臂将冰渣扫入排污口，一阵轰鸣，这些垃圾被排出车外。楼顶的高温瞬间接手了后续工作，排出的冰渣在接触到60度热浪的瞬间迅速融化蒸发，只留下一滩污血，很快也被烤干。不到10分钟，车厢再次变得干净，但我并没有就这样结束。我调出刚才的监控录像，截取了他们自相残杀和冻成冰雕的片段。我特意给王大妈那张撕裂的脸和李虎断指的画面做了特写，配上好运来背景音乐，做成了一个短视频。我打开手机，点击发送至全城所有的幸存者群组，标题就叫这就是抢我东西的下场。做完这一切，我靠在椅背上长舒了一口气，谁敢把爪子伸向我，这就是榜样。但我没想到这个视频会引来一个军事组织。视频发出去不到半小时，就在幸存者圈子里炸了锅。原本那些还在群里叫嚣着要来分一杯羹的人瞬间闭了嘴，恐惧在城市里蔓延。我被他们冠上了冰雪魔女的称号，楼下开始聚集起零星的幸存
存者，但没人敢再靠近楼道半步。他们跪在滚烫的柏油路上，对着楼顶磕头乞讨。我冷眼看着这一切，并没有因为他们的可怜而心软。就在我准备休息的时候，雷达屏幕上突然跳出一个警告弹窗，远处一栋高楼的楼顶上有一道反光闪烁了一下。我立刻调转监控探头，拉近焦距，那是一个穿着迷彩服的人，正趴在天台上用高倍望远镜观察我的房车。他的臂章上绣着一个红色的斧头标志盘古，我心里咯噔一下，前世那个横行霸道的军事组织终于还是盯上我了。与此同时，在城市的另一端，盘古基地内，首领暴君看着大屏幕上播放的那个短视频，他舔了舔嘴唇，指着屏幕上的房车下达了命令：液弹、防弹装甲，还有那种级别的制冷系统。这辆车是我的，抓活的，我要知道它的技术来源。深夜，警报声将我从浅睡中惊醒，雷达显示3个红点正以极快的速度向这边移动，他们没有走常规的大路，而是穿梭在废弃的小巷和楼宇阴影之间。我立刻翻身坐起，抓起手边的平板电脑，这次的麻烦比王大妈那群人大多了。盘古的先遣队并没有像李虎那样直接冲门，他们刚一接近楼体，我就发现监控画面开始剧烈抖动，烟雾弹在楼外炸开，烟雾遮蔽了视野，屏幕变白。紧接着一阵有节奏的敲击声从房车底部传来，当当当，这声音听得我头皮发麻。他们不是在砸门，而是在用某种仪器探测房车外壳的薄弱点。他们在找我的外部传感器和排气口位置。我立刻启动外部电机防御系统，滋啦电弧在车体表面跳动，但预想中的惨叫声并没有出现。透过烟雾的缝隙，我看到几个穿着全封闭绝缘服的身影正在车下游走。我的电击对他们根本无效，其中一个人甚至抬起头，对着已被遮挡的摄像头举起了一张纸，纸上用马克笔写着一行字：开门或者被烤熟。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操作台上的温度警报就开始闪烁，警告，右侧外部传感器温度异常升高，警告。我看了一眼读数，瞬间飙升到800度。他们在用工业喷火器直接烧灼我的传感器探头，显示屏上的画面一个接一个黑掉，我正在失去对外部的感知。车内制冷系统发出嗡嗡声，内壁开始微微发烫。我死死盯着那张纸条，手指砸向了武器系统的解锁键，想烤熟我，那就看看谁先变成灰。车厢内壁的温度正在急速攀升，我能闻到电线过热发出的气味，制冷系统疯狂运转，出风口喷出的冷气还没落地就被热浪吞噬。我盯着屏幕上那个正在燃烧的传感器读数，反手就把那个电话拉黑。想让我开门？做梦去吧，就算死我也要拉几个垫背的。我手指在操作屏上飞快滑动，跳出了车顶隐藏防御系统的控制界面，高压水泡模组装填废水启动。既然你们喜欢玩火，那我就请你们洗个热水澡。我按下发射键，车顶四周原本不起眼的喷嘴瞬间弹出，废水在高压泵的推动下喷涌而出。监控虽然模糊，但我还是听到了外面传来的几声惨叫。那些穿着绝缘服的家伙虽然不怕电，但这开水可是无孔不入。他们狼狈地在楼顶翻滚，试图躲避废水。烫死我了，这水是开的，躲开，快躲到死角去。他们很快找到喷头盲区，缩了进去。废水攻击虽然暂时逼退了他们，但也暴露了我的底牌。没过2分钟，一阵声音从头顶正上方传了下来，滋滋，那是冲击钻打孔的声音。就在我头顶的天花板上，他们想在车顶钻孔，直接往里面塞炸药或者毒气弹，震动顺着车架传导下来，震得我桌子上的水杯都在晃动。那个位置是太阳能板的缝隙，也是装甲最薄弱的地方。我咬着牙抓起旁边的无人机操控器，必须主动出击，坐以待毙只有死路一条。钻孔的声音越来越刺耳，我深吸一口气，将微型自爆无人机塞进排气口的发射槽。去吧，给他们送个大礼。我按下弹射钮，微型无人机顺着排气管道滑了出去，屏幕切换到无人机视角，画面猛地一亮。楼顶上5个全副武装的暴徒正围在我的车顶，手里拿着塑胶炸药包。那个拿着钻头的人正满脸狞笑地往下压，钻头已经没入了一半。快点，马上就穿了，把炸药塞进去炸死这婊子。旁边的人正在往炸药上插雷管，看那当量足够把房车顶盖掀飞。我没有任何犹豫，操控着无人机直接开启了全速冲刺模式。无人机全速撞向那个正在安装雷管的暴徒。什么东西？小心！有人发现了空中的黑影，但已经太晚了。无人机携带的高爆战斗部在人群中间炸开，爆炸声响起，火光吞噬了那5个暴徒。冲击波裹挟着弹片和人体残肢四散飞溅，血雾在高温下瞬间蒸腾。房车剧烈震动了一下，我被震得差点从椅子上摔下来。警报声再次大作，警告：顶部太阳能板受损，能源获取效率下降40%。我抬头看了一眼天花板，那里被炸出了一些裂纹，但好在没有穿透。那5个暴徒已经被炸飞了，横七竖八地躺在楼顶边缘。
生死不知。我还没来得及松口气，楼下传来轰鸣声，是重型柴油发动机的声音，大地都在微微颤抖。我切换到底部监控，只见街道尽头，一支庞大的车队正缓缓逼近，领头的是一辆改装推土机，铲斗上焊满金属刺，后面跟着2辆装甲运兵车，车顶上架着大口径机枪。盘古的主力部队到了，刚才是试探，现在才是真正的战争。盘古的车队封锁了整栋大楼的所有出口，几盏大功率探照灯同时亮起，将楼顶照得如同白昼，刺得我睁不开眼。推土机直接撞开了楼下的单元门，堵死了唯一的逃生通道。一个男人站在装甲车顶，用扩音器喊话，声音震得玻璃嗡嗡响。里面的人听着，交出房车控制权，饶你不死，我们只要车和技术，你还有机会活命。我冷冷地看着监控，手指已经悬在了区域防御的红色按钮上。见我没反应，那个男人挥了挥手，几个暴徒从车里压下来3个被五花八绑的幸存者，那是住在楼下的邻居，之前还跪在地上求我给口水喝，现在他们满脸鲜血，嘴里塞着破布，不开门是吧？那就让你看看我们的手段。男人拔出一把匕首，割开了第一个幸存者的喉咙，鲜血喷涌而出，那人抽搐着倒在地上，很快就不动了。紧接着是第2个、第3个，当着我的面处决了这3个人，鲜血染红了地面，在探照灯下显得格外刺眼。看到了吗？这就是反抗的下场。男人擦了擦刀上的血，狞笑着看向楼顶的摄像头，下一批就是你的家人。哦，对了，你没有家人了，他们不是在谈判，是在享受杀戮。就在这时，监控画面边缘出现了密密麻麻的黑点，盘古的突击队员开始发射钩索枪，几十条钢索挂住了大楼的外墙和阳台，那些穿着黑色作战服的暴徒顺着绳索向楼顶快速攀爬，这是要把我彻底淹没。看着那些挂在墙上快速攀爬的身影，我冷笑一声，真以为这是拍电影呢？玩特种部队突袭那一套。我这栋楼的外墙早就被我改造成了高压电网，我等到他们爬到大楼中间，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时候，手指重重按下了外墙通电的开关，高压电弧瞬间顺着预埋的导电网覆盖了整面墙壁，那些挂在钢索上的暴徒连惨叫都没发出来，身体瞬间僵直，电流穿过他们的身体，作战服冒出黑烟，皮肤瞬间焦黑，空气中弥漫起一股令人作呕的烤肉焦臭味。后面几个刚爬上来的暴徒吓得松手，惨叫着从10几楼摔了下去，墙上挂满了晃荡的焦尸。楼下的指挥官显然被这一幕激怒了，废物，都是废物。他一把抢过旁边士兵手里的火箭筒，对着大楼底部的承重柱就是一发，爆炸撼动了整栋大楼，钢筋混凝土碎块四处飞溅，大楼发出痛苦的呻吟，房车在楼顶晃动，桌子上的红酒杯滚落下来摔得粉碎，水平仪上的气泡跳动，警报声刺破耳膜，警告，基座倾斜，倾斜角度5度、7度。这群疯子竟然想炸塌整栋楼，他们得不到就要毁掉。房车随着楼体的倾斜开始向边缘滑动，轮胎摩擦地面发出刺耳的尖叫。我死死抓住操作台边缘，看着窗外倾斜的地平线，必须在房车滑下去之前做出决断，否则我会连人带车摔成废铁。房车底盘发出一阵令人牙酸的金属摩擦声，还在往边缘滑。我猛地拍下紧急制动按钮，同时启动了底部的抓地锚，4根钛合金钢爪刺入楼顶楼板，房车猛地一顿，终于在距离边缘不到2米的地方停住了。我大口喘着粗气，冷汗顺着额头流进眼睛里，折得生疼。既然你们想把楼拆了，那我就先送你们上西天。我打开武器库，释放了所有的攻击型无人机群，10架携带白磷燃烧弹的无人机冲出巢穴，目标锁定，地面火箭筒阵地，全弹发射。无人机群呼啸着俯冲下去，将燃烧弹投向车队，白磷弹在空中炸开，化作无数火花。火！地面瞬间化为火海，白磷粘在身上根本扑不灭。那些刚才还嚣张的盘古成员，此刻在地上疯狂打滚哀嚎，有的人痛得受不了，直接举枪吞弹自尽。就在我以为胜局已定时，监控画面突然剧烈抖动，一架无人机的镜头瞬间破碎，变成了雪花屏。紧接着是第2架、第3架，我的无人机正在被一个个点名击落。有狙击手，我立刻拉近镜头搜索，在对面大楼的阴影里发现了一道反光，那是一个极其刁钻的位置，正好卡在我的视野死角。还没等我做出反应，一颗穿甲弹呼啸而至，房车侧面的防弹玻璃上炸开蛛网般的裂纹，这可是能防中机枪的玻璃，竟然差点被一枪打穿。对方有个神枪手，而且用的还是反器材狙击步枪，我被死死压制住了。气温飙升到65度，柏油路都化成了岩浆。我躲在加装了核动力制冷的房车里，吹着25度的冷气，吃着冰镇西瓜。监控里，平日里和蔼的邻居王大妈正带着她那刚出狱的儿子，用力敲打我的车门。小贱人，我知道你在里面，开门，我们要热死了。再不开门，等我们进去，就先把你教训一顿。猛烈的敲击声刺耳，车门砰砰闷闷作响。我没慌。
反而打开了外置扩音器，播放起了冰块碰撞玻璃的清脆声音，冰块撞击杯壁的声音，通过高保真扩音器清晰地传遍了整个楼顶。燥热的空气里，这声音简直是魔鬼的诱惑。敲击声停了一瞬，监控里王大妈的儿子，那个叫李虎的壮汉，满脸的汗和油，他舔了舔干裂的嘴唇，通红的眼睛死死盯着我的房车。这小婊子在里面喝冰水。王大妈那张平日里堆满虚伪笑容的脸，此刻因为高温和嫉妒，扭曲得像个恶鬼。给老娘用力敲，锯弄开门，里面的冰块、西瓜还有这个小贱人，就都是我们的。对，还有他那身细皮嫩肉，肯定比烤肉好吃。旁边一个我叫不上名字的男人发出了猥琐的笑声，外面再次咆哮起来，比刚才更疯狂。我舀起一勺冰镇西瓜，红色的瓜瓤，黑色的籽，甜腻的汁水顺着我的嘴角滑下，真甜。前世的我就是太心软了。极热降临，我以为邻里之间该守望相助，我打开了门，让他们进来避暑。最开始他们对我感恩戴德，后来我的存粮越来越少，他们的眼神就越来越不对劲。直到最后一天，王大妈笑着端给我一碗肉汤，说我太瘦了，要补补。我没喝，因为那碗汤里飘着我养的小猫的铃铛。然后李虎和几个男人就扑了上来，他们当着王大妈的面撕碎了我的衣服，我的骨头被一根根敲断，血肉被一片片割下。意识的最后，我听见王大妈剔着牙说，这小姑娘的肉就是嫩啊。可没想到3天前我重生了，重来一世。我第一件事就是卖掉父母留给我的房子，换了500万现金，200万用来改装这辆特种房车，车身是航天级隔热材料，加装了军用防弹钢板，能源是微型核动力电池，理论上可以无限续航。制冷系统更是直接从一个秘密渠道搞来的，能让车内恒定25度。剩下200万我全用来囤物资，饮用水、自热食品、压缩饼干药品，还有大量的肉类和蔬菜，塞满了房车的几个巨型冰柜。当然还有奢侈品，薯片、巧克力、冰淇淋，这些东西在末日里比黄金还珍贵。我用这笔钱打造了这辆末日堡垒，停在了我家那栋楼的楼顶。我就是要他们看着我过得有多舒服，看着他们在绝望和嫉妒里一点点被烤熟。车门上的敲击声越来越密集，几乎要刺穿耳膜。我调高了音乐的音量，是维瓦尔第的四季冬，清冽肃杀，很适合送他们上路。剩下的几架无人机在空中乱飞，接连被击落，我失去了空中视野。那个狙击手枪法极准，每一枪都打在同一个点上，防弹玻璃上的裂纹越来越大，随时可能崩碎。我被迫趴在车底板上，只能通过备用潜望镜观察外面的情况。滋，一阵奇怪的嘶嘶声突然从通风管道里传了出来，紧接着一股异味开始在车厢里弥漫。不好，是毒气！这群畜生见强攻不下，竟然往楼里的通风井灌毒气，他们想把我逼出去，或者直接闷死在里面。我立刻抓起旁边的防毒面具扣在脸上，呼吸变得沉重而困难。车内空气检测仪的数值开始飙升，红灯闪烁，警告，检测到高浓度神经毒素，过滤系统负荷90，预计滤芯寿命剩余30分钟，只有30分钟。30分钟后，过滤系统失效，我就会在痛苦中窒息而死。外有狙击手锁头，内有毒气逼命，楼体还在倾斜，生存空间被压缩到了极致。我看着倒计时的数字跳动，每一秒都像是在敲响丧钟。不能再躲了，再躲就是等死，必须解决掉那个狙击手，打掉他们的眼睛。既然看不见，那就用不需要眼睛的武器。我爬到操作台下，打开了一个标着黄色辐射标志的盖板，那是微波聚酯系统，原本是用来驱散暴乱人群的，但我把它功率调到了最大，这就成了微波烤箱。我戴着防毒面具，视线受阻，每一次呼吸都要用尽全力。毒气虽然被过滤了，但压抑感却挥之不去。我输入指令，将微波发射器的扇面调整向对面大楼，全功率输出，给我烧！微波束穿透墙壁和空气，瞬间覆盖了对面那片区域。虽然我看不到，但我能想象出那个狙击手现在的感受，他的皮肤会像着火一样灼痛，眼球会感觉要爆开，哪怕躲在掩体后面也没用，微波会加热他身体里的每一个水分子。果然，几秒钟后，对面大楼里跌跌撞撞跑出来一个人影，那个狙击手捂着脑袋，痛苦地扔掉了那把沉重的狙击枪，他受不了了，那种从骨头缝里透出来的灼烧感让他崩溃。找到你了！他一暴露位置，我的机枪塔立刻捕捉到了热源信号，我甚至不需要瞄准，直接按下了盲射按钮。哒哒哒哒哒，机枪塔喷出火舌，子弹扫向那个身影，狙击手身体猛地一震，被打成了筛子，从楼顶栽了下去。但他临死前显然也发出了信号，一声巨响从远处传来，紧接着整片街区的灯光瞬间熄灭，我的外部监控屏幕全部黑了下去，只剩下雷达还在微弱闪烁。他们炸毁了附近的变电站，街道彻底陷入死寂。微波武器耗电量巨大，这一下直接抽干了我的备用电池，房车陷入了黑暗。
只剩下应急灯发出幽幽的红光。虽然击退了狙击手，但我失去了视野，失去了外部照明。现在我是真的瞎了，黑暗涌来，将我和房车彻底淹没。我不敢开灯，在黑暗中死死盯着雷达上那几个微弱的绿点。盘古的人没有继续进攻，周围很安静，只有风吹过废墟的声音。但我知道他们没走，他们潜伏在暗处，哪怕身体极度疲惫，我也根本不敢合眼。后半夜，楼下的大喇叭突然响了起来，是婴儿的哭声，在夜里回荡。紧接着是一个苍老而熟悉的声音：细细呀，我是妈妈。妈妈好疼啊，细细，开门啊，爸爸给你带了你最爱吃的蛋糕。我浑身一颤，指甲深深掐进了掌心里，那是爸妈的声音，但我清楚地知道，爸妈早在末世爆发前就车祸去世了，这是伪造的录音，他们在用 AI 合成我父母的声音。细细，你为什么不开门？你想害死我们吗？声音越来越凄厉，夹杂着惨叫和骨肉碎裂的声音。明知道是假的，可那熟悉的声音还是剜着我的心。我的呼吸变得急促，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，手几次伸向门把手，又缩回来。他们想逼疯我，让我自己在崩溃中打开车门。我狠狠掐住大腿上的伤口，剧痛让我瞬间清醒了几分。假的，都是假的。我缩在角落里，咬着牙一遍遍重复，直到嘴唇咬出血。这种折磨持续了整整一夜，直到天边泛起鱼肚白，喇叭声终于停了。我满身冷汗，虚脱地瘫在地上，精神濒临崩溃的边缘。就在这时，雷达显示楼下有车辆靠近，我强撑着爬起来，看向前望镜，一辆挂着白旗的卡车缓缓停在楼下，车上没有任何武装人员，只有一个司机举着双手走了下来。这又是什么把戏？电话铃声在死寂的车厢里回荡，我盯着屏幕上跳动的盘古二字，深吸一口气接通，对面传来那个二把手赵四的声音：林小姐，昨晚睡得好吗？我是盘古的赵四，我们承认低估了你，昨晚的损失很大。老大说了，冤家宜解不宜结，咱们做笔交易怎么样？一份物资清单直接发到了我的平板上，我看了一眼，瞳孔瞬间收缩成针尖大小。清单最上面赫然列着3桶重水冷却液，核电池专用。我手心瞬间渗出冷汗。昨晚的战斗和之前的爆炸导致房车底盘受损，冷却系统出现了微裂纹，警报灯一直在闪，冷却液存量只剩下不到10，一旦耗尽，核电池就会过热停机，甚至直接熔毁。到时候别说空调和武器，我连车门都打不开，只能闷死在里面。他们怎么知道的？别紧张，赵四的声音带着笑意，你车底露出的液体我们看得很清楚，我们要房车技术，你要命，这很公平，只要你交出控制权，这些冷却液就是你的，我们还保你做盘古的高层。我冷笑一声，手指有节奏地敲击着桌面，掩饰慌乱。控制权免谈，但我可以用之前的武器图纸换冷却液。对面沉默了几秒，似乎在权衡利弊。成交，图纸换冷却液，我们要先验货，我也要验货。我语气强硬，把东西送到楼下，只许一个人来，放下就滚。没问题，半小时后见。电话挂断，车厢里只剩下制冷机艰难运转的嗡嗡声。我知道这是阳谋，他们赌，我不敢不换。我确实没得选，没有冷却液，这辆车就完了。我检查了一遍手边的武器，眼神逐渐变得狠厉。既然你们想玩，那就陪你们玩到底。半小时分秒不差，那辆挂着白旗的卡车再次出现，还是那个司机。他从车斗里搬下3个银白色的金属桶，放在路中间，然后他举着双手退回车里，一脚油门迅速离开。整个过程干净利落，没有丝毫拖泥带水。我盯着监控画面，眉头紧锁，心里那根弦绷得死紧。太顺利了！我操控着工程机器人缓缓驶出楼道，机械臂夹起其中一桶晃了晃，液体流动的声音沉闷有力，重量也对得上。扫描仪显示金属桶内没有电子信号，也没有炸药的化学反应。难道他们真的转性了？真的只想要图纸？我咬着牙操控机器人夹起3个桶，转身往回走。机器人履带碾过碎石，发出咔啦咔啦的声音，每一下都敲在我心上。我手心里全是汗，死死盯着屏幕上的每一个像素点，只要有一点不对劲，我就引爆预埋在楼道口的最后一点塑胶炸药。但什么都没发生，周围安静的只有风声。机器人顺利通过了楼梯间，回到了楼顶平台。他把3个金属桶放进了房车尾部的物资缓冲区，哐当一声，金属桶落地。我看着缓冲区监控里的画面，悬着的心稍微放下了一点。只要经过缓冲区的2次消杀和检测，就能拿进来了。或许是我太多疑了，就在我准备按下内舱门开启键的时候，异变突生。那3个原本静止的金属桶底部突然弹出了几根机械爪，机械爪狠狠刺入了缓冲区的地板和车门缝隙，死死扣住车体。紧接着桶盖崩飞，露出了里面复杂的电子元件和高速旋转的钻头，这是电磁脉冲武器。3个金属桶同时释放出电磁脉冲，车厢内的灯光瞬间熄灭，所有屏幕同时黑屏。紧接着是一阵刺耳的电流爆裂声，火花从操作台的缝隙里喷出来，
警告：系统错误，雷达下线，火控系统离线，备用电源启动，但只能维持最基本的红光照明。车厢里一片昏暗，我试图手动开启缓冲区的外门，把那东西扔出去，但电子锁已经被 EMP 烧毁，死死卡住，根本动弹不得。滋滋滋，钻孔声响了起来。就在我耳边，那3个桶里的钻头正在疯狂旋转，钻击缓冲区通往内舱的合金门，那是最后一道防线，一旦钻透，他们就能直接往内舱灌毒气或者扔震爆弹。该死，该死！我狠狠砸了一下失效的操作台，抓起旁边的对讲机想喊话，只有一片嘈杂的雪花声，通讯也被切断了。就在这时，楼下传来了密集的脚步声和引擎轰鸣，没有了雷达和监控，我成了聋子和瞎子，但我能感觉到楼体在微微震动，那是无数双脚踩踏楼板的声音。他们冲上来了，趁着我防御系统瘫痪的这几分钟，真空期盘古的精锐部队疯狂地扑向楼顶，切割机跟上，把门切开，暴徒的吼叫声顺着通风管道传进来。我输了，接下来就是最原始最血腥的肉搏。电子设备废了，那就用拳头说话。我扯掉耳机，冲到武器柜前，机械锁卡了一下，被我一脚踹开，柜门砸在地上，哐当作响。我抓起那套压箱底的外骨骼装甲，迅速套在身上，液压助力系统启动，发出轻微嗡鸣。我又抄起一把大口径霰弹枪，往弹舱里压满毒头弹，一声上膛，车厢温度急速上升，失去了制冷系统，外面的热浪毫无阻拦地侵入，冰柜里的冰块开始融化，水滴答滴答地流在地板上汇成小溪，汗水顺着我的脸颊滑落，流进眼睛里，火辣辣的疼。缓冲区大门的钻孔声突然停了，紧接着是乙炔切割机点火的声音，一道橘红色的火苗穿透了门板，开始切割锁扣位置。火花四溅，铁水滴落在地上，冒起青烟。我端着枪死死盯着那道越来越长的切口，呼吸沉重。门外的暴徒在狂笑，声音里满是淫邪和残忍。小娘们，别躲了，哥哥们来疼你了，老子要把你那层皮扒下来做灯笼。污言秽语往耳朵里钻，恶心的我想吐。我面无表情地调整呼吸，来吧，谁扒谁的皮还不一定呢。门锁被切断，厚重的合金门被人从外面一脚踹开。几个黑乎乎的圆柱体滚了进来，在地上弹跳着，是震撼弹。我下意识地闭眼，转身张大嘴巴，巨响震得我耳膜剧痛，强光透过眼皮刺痛视网膜。还没等耳鸣消失，我就感觉一股热浪扑面而来，他们冲进来了，视力还没恢复，眼前全是重影和白斑。我凭着本能抬起霰弹枪，对着门口的方向扣动扳机，巨大的后坐力撞击着肩膀，一声惨叫传来，温热的液体溅了我一脸，腥甜味钻进鼻腔，应该是打碎了哪个倒霉鬼的脑袋。但紧接着更多的人影冲了进来，一只穿着战术靴的脚狠狠踹在我的肚子上，我撞在冰块化完的冰柜上。我想爬起来，两根撬棍却精准地卡住了外骨骼的关节，给我按住它，别让它动。3、4个壮汉扑上来，压在我身上，外骨骼发出不堪重负的吱嘎声，动力系统被强行锁死。我拼命挣扎，一口咬住一只伸过来的手。啊，这婊子属狗的！那人惨叫一声，一拳砸在我脸上，我颧骨剧痛，嘴里全是血腥味，脑袋嗡嗡作响。他们把我从外骨骼里硬生生拖出来，按在滚烫的地板上，地板温度接近60度，脸贴上去发出滋滋的烫伤声，剧痛钻心，我感觉脸皮都要被烫熟了。我咬着牙不肯叫出声，死死盯着眼前这双满是泥污的战术靴。一只大手抓住了我的头发，强迫我抬起头，面前站着一个满脸横肉的男人，他手里拿着一把带血的尼泊尔军刀，那是盘古的突击队长。他一脚踩住我的手腕，用力碾压，骨头发出脆响。跑啊，怎么不跑了？他弯下腰，那张恶心的脸凑到我面前，喷着臭气。刚才不是挺狂吗？现在怎么像条死狗一样趴着？他举起刀，刀尖抵在我的眼球上，冰冷的触感让我浑身战栗。小婊子，终于抓到你了，咱们慢慢玩，我会让你后悔生出来的。急促的蜂鸣声从我背后的外骨骼电池包里传出，那是我最后的赌注。那队长正要把刀尖刺进我的眼球，听到声音愣了一下，什么动静？他低下头，正好看到电池指示灯从绿变红，那是过载自爆的前兆。快跑！他脸色巨变，想要从我身上跳开，但已经来不及了。一声沉闷的巨响，高能电池瞬间炸裂，巨大的冲击波夹杂着高温气浪，将压在我身上的壮汉掀飞。那队长被炸得浑身是血，撞在墙上，生死不知。我虽然有背甲保护，但这可是贴身爆炸，背部瞬间传来撕心裂肺的剧痛。我感觉像是被人用烧红的铁板狠狠烙在了脊椎上。我咬着牙，趁着烟雾弥漫，滚向核心舱的入口，拦住他，别让他进去。有人在烟雾里大喊，子弹打在地板上溅起火星。我猛地扑进那扇狭窄的舱门，反手拍下紧急闭锁钮，咔嚓，嗡，厚重的钛合金舱门
在最后一颗子弹飞进来之前，重重合上，几道巨大的锁舌弹出，死死咬合在一起。我瘫软在地上，大口喘着粗气，每一次呼吸都带着血腥味。背后的作战服已经烧焦，粘在皮肉上，稍微一动就是钻心的疼。核心舱的灯光变成了刺眼的红色，警报声响个不停，警告：维生系统故障，制冷模块离线。当前舱内温度58度，氧气储备剩余10分钟，没有了外层掩护。核心舱就是个被放在火上烤的铁罐头。门外传来疯狂的砸门声和电钻声，那群暴徒还没死绝。我靠在滚烫的门板上，手里紧紧攥着最后一颗手雷，看来这次是真的走到头了。高温让我的伤口迅速恶化，意识开始变得粘稠，眼前一阵阵发黑，耳边的砸门声忽远忽近。恍惚间，我好像看到了爸妈站在厨房里，他们笑着问我晚上想吃什么。滋滋，门缝里透进来一道橘红色的光，那是乙炔切割机的火焰，火花溅在我的靴子上，烧穿了皮革，烫得我浑身一颤。他们正在切开这最后一道防线，10分钟，不，顶多还有3分钟，这扇门就会被切穿。我看着手里那颗墨绿色的手雷，手指勾住了拉环。我不怕死，但我绝不能落在那群畜生手里受辱。爸妈，我来找你们了。我闭上眼，手指微微用力，准备拉开这最后的解脱。就在这时，一直静默的紧急通讯器突然亮了，一道微弱却清晰的电流声强行切入了我的频道。这里是方舟，滋，检测到生命信号，编号 A1，目标林倩，是否需要支援？那个声音冷漠机械，却在这一刻让我燃起希望。我猛地睁开眼，死死盯着那个闪烁的绿灯。方舟，那个传说中的国家避难所，我以为那是沉默骗我的，或者是我的幻觉。你是谁？盘古的杂碎，别想骗我开门！我对着通讯器嘶吼，声音沙哑，重复：这里是方舟特勤组，请坚持5分钟，清理程序已启动。那个声音没有任何情绪波动。5分钟，我看着那道即将切透门板的火光，扯出一抹惨笑。那就赌一把，赌这最后一次运气。最开始，他们用的是石头和铁棍砸在我的防弹车身上，跟挠痒痒似的。监控里，他们的表情从贪婪慢慢变成了气急败坏。这什么车这么硬？林倩，你个缩头乌龟，有本事开门啊！别跟他废话，给我砸，我就不信砸不开。我翘着二郎腿，一边刷着平板里下载好的剧，一边通过分屏看着他们的丑态，就像在看一群上蹿下跳的猴子。王大妈站在人群后面，叉着腰，像个指挥官，都让开，让我儿子来。李虎扛着一把消防斧走了上来，他刚出狱没多久，一身的戾气。他吼了一声，抡圆了消防斧，狠狠劈在车门上。一声巨响，车门上只留下了一道浅浅的白印，李虎的虎口却被震裂了，鲜血直流，他疼得龇牙咧嘴，眼神里的凶狠更重了。老子今天还就跟你杠上了。他一口唾沫吐在手心，再次举起了斧头，1下、2下、3下，除了巨大的噪音，毫无作用。人群开始骚动起来，高温下，他们的体力消耗得很快，耐心也一样。不行啊，这玩意儿太结实了，怎么办？我们就这么看着他一个人在里面享福。我好渴，我感觉我要死了。一个年轻女人说着，就直挺挺地倒了下去。中暑了，但没人管她，所有人都只是麻木地看了一眼，然后继续用充满渴望和仇恨的眼神盯着我的房车。王大妈的眼珠子转了转，突然想到了什么，她凑到李虎耳边，低声说了几句。李虎的眼睛瞬间亮了。对呀，我怎么没想到？他扔掉斧头，转身就往楼下跑。等着，老子有办法治他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心里大概猜到了他要去做什么。前世他就是用那东西去开了邻居家的防盗门。果然，不到10分钟，刺耳的引擎声就从楼梯间传了过来。李虎扛着一台工业电锯，重新出现在楼顶，那是他以前在工地上偷来的。小贱人，老子看你这次还怎么躲！他狞笑着，拉动了启动绳，电锯咆哮着，锯齿在高温下闪着寒光。他把电锯狠狠地压在了车门上，瞬间火花四溅。5分钟，老子现在连5秒钟都不想等。门外的暴徒显然听不到通讯器里的声音，切割机还在疯狂作业，眼看门锁就要被切断。我握紧手雷，准备同归于尽。突然，通讯器里那个冷漠的声音再次响起：系统接管完成，重启进防炮阵列。下一秒，原本瘫痪的房车系统突然亮了起来，屏幕上跳出一行红色的代码，那是最高权限的强制指令。房车顶部一个极不起眼的凸起突然翻开，一门6管迷你机炮升了起来。这是我藏得最深的底牌，竟然被对方远程激活了。检测到敌对目标，清除开始。机炮电机高速旋转的声音盖过了切割机的噪音，紧接着是密集的弹壳落地声和撕碎血肉的闷响。这是什么？快跑！救命！我的腿！门外的切割声戛然而止，取而
而代之的是凄厉的惨叫，还有混乱的脚步声。楼顶的暴徒瞬间成了碎肉，我瘫在地上，听着外面的动静，心里只有震撼。这就是方舟的力量，远程操控就能逆转战局。但还没等我高兴，远处天边传来了螺旋桨声，雷达屏幕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红点，盘古的武装直升机到了，一枚反坦克导弹拖着长长的尾焰，直奔我的房车而来。神仙打架，凡人遭殃。导弹精准命中了房车底部的承重结构，也就是大楼的楼板。剧烈的爆炸瞬间掀翻了半个楼顶，我的房车失去了最后的支撑点。吱嘎刺耳的金属摩擦声中，整辆房车顺着倾斜的楼顶滑了下去，天旋地转，失重感瞬间包裹全身。我被狠狠甩向舱壁，脑袋撞在灭火器上，眼冒金星，房车在空中解体，核心舱从残骸中脱落，直坠深渊。求生本能让我死死抓住舱门把手，核心舱砸在大楼外墙的一根突出钢筋上，猛地停住，剧烈的震荡差点把我的五脏六腑震碎。我一口血喷在面罩上，舱门被震开了，我半个身子悬在100米高空，脚下是街道，掉下去必死无疑。头顶上那架武装直升机盘旋着吊转机头，探照灯死死锁住了挂在钢筋上的核心舱。那个驾驶员显然想补一枪，彻底送我上路。机炮的枪管开始预热旋转，我绝望地闭上眼，这次是真的完了。一声比刚才更响亮的爆炸声在头顶炸开，我猛地睁眼，只见那架武装直升机在空中变成一团火球，无数燃烧的碎片落下，一架黑色无人战机从烟雾中穿出，机翼下方的导弹挂架还冒着青烟，那是方舟的猎鹰战机。国家力量终于入场了。无人战机在空中划过一道弧线，驱散了盘古残余的喽啰，一根救援索从战机腹部垂下，正好荡到我面前。通讯器里传来沉默的声音：抓住绳索，我们带你回家。回家。我看着那根晃荡的绳索，又看了看远处正在燃烧的盘古基地。不，我现在还不能走，我心里那团复仇的火还没灭，盘古的首领还没死。我没有抓绳索，而是趁着战机掩护，松手跳向了下方的阳台。林倩，你干什么？那是自杀。我在空中翻滚，重重摔在下一层的阳台上，腿骨剧痛，但我没停，拖着伤腿撞开阳台门，冲进了大楼内部。我知道这栋楼的地下停车场里藏着一辆我备用的越野车，那是为了防止房车被毁准备的最后退路。我在黑暗的楼梯间里狂奔，每一步都带来剧痛。冲进停车场，我找到了那辆落满灰尘的吉普，拉开车门，我从急救包里翻出一支肾上腺素，我狠狠扎进大腿，药液推进去，心脏狂跳，疼痛瞬间被麻木取代。我发动车子，引擎发出咆哮，通讯器里沉默还在喊：你的身体撑不住了，快回来。我抓起通讯器，冷冷地回了一句：想要我的技术，那就帮我做最后一件事，把盘古总部的结构图发给我，我要去送他们一份回礼。说完，我一脚油门踩到底，越野车撞开停车场的栅栏，冲进了夜色。这一次我不逃了，我是去索命的。通讯器那头沉默了足足5秒。你疯了？那是送死。盘古的主力还在，暴君是个经过基因改造的怪物。发给我，我只回了这3个字，脚下的油门踩到了底。吉普车在废墟上狂飙，避震器发出异响，肾上腺素的效果正在消退，背后的剧痛卷土重来。我甚至能感觉到烧焦的皮肉正随着每一次颠簸和衣服摩擦。我单手握着方向盘，另一只手从急救箱里摸出一瓶医用酒精，钻心的疼让我差点把方向盘捏碎，冷汗瞬间湿透了全身，但我连哼都没哼一声，又抓起一卷绷带胡乱缠了几圈，勒紧。痛觉能让我保持清醒，能让我记住这笔账该找谁算。车载屏幕亮起，一张复杂的3D 建筑结构图弹了出来，红点标记着兵力分布，蓝点是监控死角，黄点是那个巨大的地下军火库。沉默妥协了，这是你要的？还有黑客后门程序，祝你好运，疯子！我扯出一抹残忍的笑，挂断了通讯。前方，盘古总部的探照灯光柱在夜空中交错扫射，那是一座由体育馆改造成的堡垒，高墙耸立，铁丝网密布，无数暴徒在巡逻，重机枪架在高塔上。曾经我是只敢躲在下水道里的老鼠，是任人宰割的烂肉，但今晚不一样。我关掉车灯，带上夜视仪，将吉普车滑行进一片阴影里。我检查了一下身上仅剩的武器，一把匕首，2块 C4 塑胶炸药，还有满枪的怒火。猎杀时刻到了。利用沉默提供的后门程序，我瘫痪了外围的红外报警器。我翻过高墙，落地无声，避开了2队巡逻兵。我摸进了地下入口的通风管道，管道里弥漫着一股腐烂和血腥混合的恶臭。顺着管道爬行了10分钟，透过隔山，我看到了地下军火库。巨大的空间里堆满了抢来的物资箱，在角落的铁笼里关着几10个衣不蔽体的幸存者。
有的已经被折磨得不成人形，有的还在微弱的呻吟。几个暴徒正围着一个女人哈哈大笑，手里拿着烧红的烙铁。那个女人的眼神空洞绝望，我握着匕首的手在颤抖。我没有冲下去救人，我现在救不了任何人，我只能送这群畜生下地狱。我悄无声息地爬到承重柱上方，将第一块 C4 贴在隐蔽处，设定倒计时10分钟，只要炸断这几根柱子，整个体育馆就会塌陷，把这里变成坟墓。就在我准备安装第二块炸弹时，一股极度危险的直觉让我汗毛倒竖，一阵劲风从脑后袭来，我本能地向前翻滚，险之又险地避开了一记重拳。刚才我趴着的通风管道被一拳砸扁，钢板扭曲，一个身高超过2米，浑身肌肉隆起的巨人站在那里，他脸上戴着金属面具，只露出一双猩红的眼睛。盘古首领暴君，小老鼠，找到你了！暴君的声音经过面具处理，像是金属摩擦般刺耳。他抬脚就踹了过来，带着破风的呼啸声，我只能狼狈地侧身闪躲，但还是被腿风扫到了肩膀，刚包扎好的伤口崩裂，整个人横飞出去，砸在物资箱上，木箱碎裂，罐头滚了一地。暴君狞笑着大步走来，随手抓起一个几百斤重的油桶砸向我，我忍着剧痛在地上一滚，油桶砸在墙上炸开，黑油溅得到处都是。我拔出匕首，利用体型小的优势钻进他的怀里，刀锋狠狠刺向他的腋下，那是防弹衣的缝隙。叮，他的皮肤竟然坚硬无比。暴君反手一巴掌扇过来，我被拍飞，重重撞在承重柱上。刚才安好的 C4 被震落下来，倒计时还在跳动，3分钟，去死吧！暴君咆哮着冲过来，一拳轰在承重柱上，水泥柱子被打出一个大坑，整栋建筑都在颤抖。但他这一拳也打爆了旁边的燃气管道，高压燃气遇到地上的火星，瞬间引发了剧烈的讯爆，火焰吞噬了整个地下空间，出口被坍塌的巨石堵死，我们被困在了火海里。烈火在四周疯狂肆虐，氧气被迅速抽干，暴君身上的衣服被烧光，露出下面布满金属植入物的躯体。他的皮肤在高温下开始起泡脱落，但他似乎感觉不到疼痛。我要撕碎你！他从火海中扑出来，一只大手死死掐住了我的脖子，巨大的力量让我瞬间窒息，颈骨发出不堪重负的吱嘎声。我的双脚离地，视线开始模糊。这就是结局吗？不，我不甘心。我胡乱挥舞着双手，摸到了他腰带上挂着的一颗高爆手雷，那是他自己的武器。我的眼神瞬间变得很绝，既然跑不掉，那就一起死。我用尽最后一点力气，拔掉了手雷的拉环，然后顺手塞进了他胸口防弹衣的破口里。拜拜！我用口型说了这2个字，然后猛地屈腿，一脚踹在他肚子上，借着反作用力，我挣脱了他的手，向后倒飞进下水道的排污口。暴君低头看着胸口冒烟的手雷，猩红的眼睛里第一次露出了恐惧。不！剧烈的爆炸在狭小的空间里释放，暴君的身体瞬间被撕碎，冲击波裹挟着火焰和碎肉冲进了下水道，我被气浪掀翻，整个人栽进了滚烫的污水里。黑暗窒息，剧痛，意识彻底消散前，我只感觉自己在不断下沉。咳，我是被呛醒的，肺部火辣辣地疼，嘴里满是污泥的腥臭味。我艰难地睁开眼，发现自己趴在城市边缘的排污口滩涂上，浑身剧痛，夕阳的余晖洒在河面上，血红一片。我挣扎着翻了个身，看向远处的盘古总部，那里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，一朵巨大的黑色蘑菇云正缓缓升起，曾经不可一世的盘古彻底化为了灰烬。我做到了，我躺在烂泥里，看着天空，笑着流泪。爸妈，你们看到了吗？害死你们的人，害死我的人，都死绝了。一阵嗡嗡声从头顶传来，一架方舟的无人机悬停在我上方，投下了一个急救包和通讯器。林倩，你还活着，你简直是个奇迹。不，是个疯子。我抓过急救包，给自己打了一针强心剂，那种濒死的感觉终于退去了一些。我拿起通讯器，看着远处还在燃烧的废墟，声音虚弱却坚定。扯平了，派车来接我，我要洗澡，还要吃牛排。沉默了2秒，然后笑了。好，最高规格的接待，马上就到。我闭上眼，任由夕阳晒在身上。复仇结束了，但这末世还没结束。沉默空投了一辆全地形越野车，就在河岸边的公路上，我拖着满身伤痕爬上车，座椅的皮革摩擦着背后的烂肉，疼得我直抽冷气。设定好西山接应点的坐标，自动驾驶启动，车子冲了出去。一路上，城市已经彻底沦为废墟，到处都是燃烧的火光和暴乱的人群。有人看到我的车，发疯一样冲过来想拦车抢劫。停车，带我走，不然砸死你！一群拿着钢管和石头的暴徒堵在路中间，我面无表情，连刹车都没点，直接开启了车辆的冲撞模式。几个人体被撞飞，鲜血溅在挡风玻璃上，剩下的人吓得四散奔逃，没人再敢挡这辆钢铁怪兽的路。我心里没有一丝波澜，这种时候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。车子一路狂飙，终于在天黑前抵达了西山气象站的山脚，这里本该是方舟的秘密接应点，
此刻却有些不对劲，太安静了，连个哨兵都没有。我握紧方向盘，慢慢把车开上山顶平台，刚一露头，几十个衣衫褴褛的流民就从废弃建筑里涌了出来，他们手里拿着土制猎枪和砍刀，把我的车团团围住。又来一只肥羊，领头的是个独眼龙，满口黑牙，用枪管敲了敲我的车窗，下车，把物资和车留下，人可以滚了。我心里一沉，方舟的接应点被这群流民端了，还是方舟的人还没到。我现在弹尽粮绝，身上只有一把卷刃的匕首，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，这简直是刚出狼窝又入虎口。我降下车窗，冷冷地看着独眼龙，这车是方舟的，你们敢动？方舟，哈哈哈哈！什么狗屁方舟，老子只认手里的枪！少废话，数到3，不下车就开枪打死你！周围的流民开始起哄，有人甚至开始用刀砍车胎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手悄悄摸向了座位底下的一块板砖，那是刚才在河边捡的，本来是想用来垫脚的，现在它是我最后的武器。独眼龙举起了猎枪，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我的脑袋。我猛地推开车门，手里举着那块板砖。我用衣服包着，看起来像是个炸药包。都别动，这是高爆塑胶炸药！我嘶哑着嗓子吼道，眼神里透着同归于尽的疯狂。谁敢开枪，大家一起死！这玩意儿威力足够把山头削平。独眼龙愣了一下，看着我手里那方方正正的一坨，眼神有些闪烁。流民们被我的气势镇住了，纷纷后退了几步。妈的，你个疯婆子敢吓唬老子！独眼龙虽然嘴硬，但手指却离开了扳机。显然也怕死。就在这僵持的几秒钟里，头顶突然传来了巨大的气流轰鸣声，狂风大作，吹得流民们站立不稳。3架黑色的运输直升机悬停在头顶，几道强光探照灯打下来，刺得人睁不开眼。无数红色的激光点密密麻麻地落在流民们的额头和胸口。放下武器，立刻投降，否则格杀勿论！扩音器里的声音威严而冰冷。10几名身穿外骨骼装甲的特种兵从直升机上锁降下来，还没等独眼龙反应过来，他就被一脚踹翻在地，枪托狠狠砸在他脸上，几颗黑牙混着血飞了出来。其他的流民瞬间跪地求饶，刚才的嚣张气焰荡然无存。一个穿着白色军官服的男人走到我面前，摘下墨镜，是陈默。抱歉，来晚了。他看着我满身的血污，眉头紧皱。我看着他，紧绷的神经终于断了，手里的板砖掉在地上，露出了真面目。陈默看了一眼地上的砖头，嘴角抽搐了一下。你拿这玩意儿吓唬住了几十号人。我想笑，但眼前一黑，整个人倒了下去。最后的记忆是陈默惊慌失措地伸手接住我，这一觉我睡得很沉，刺耳的切割声像是要把人的灵魂都撕裂。车门连接处的合金开始发出痛苦的呻吟。监控画面里，我能清晰地看到坚固的车门正在被一点点切开，一道细长的口子出现了，灼热的空气混着烧焦的金属味，试图钻进来，但他们立刻就被车内的冷气逼了回去，在门口形成了一小团白色的雾气。人群沸腾了，开了，要开了！太好了，我们有救了！等会儿冲进去，男的杀了，女的再说。他们的脸上是毫不掩饰的野兽般的贪婪和欲望。王大妈站在最前面，她那双因为缺水而布满血丝的眼睛死死地盯着那道越来越大的缝隙。她甚至已经开始指挥起来，等下门一开，年轻人先进去，把那小贱人给我抓出来，水和食物谁也别抢，我来统一分配。他的声音因为激动而尖利，充满了掌控一切的得意，仿佛他已经是这辆房车的主人。李虎的脸上全是汗，但他笑得格外狰狞。电锯的轰鸣就是他胜利的凯歌。车门的切割进度已经过半，再有5分钟，不，3分钟，这道最后的屏障就将彻底洞开。我的平板上电视剧已经自动播放到了下一集，但我没心思看了。我站起身，走到操作台前，屏幕上是一排排复杂的按钮和开关。我没有去看那个代表着逃生通道的红色按钮。逃？我为什么要逃？我等这一天等了太久了。我伸出手指，在一个毫不起眼的标着净化模式的灰色按钮上轻轻按了下去，操作台发出滴的一声轻响。房车外壳的夹层里，某种极低温的液体开始无声的流动。监控里，车门上的豁口已经大到可以容纳一个人侧身钻入。李虎关掉了电锯，楼顶上瞬间陷入了一种诡异的安静，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，死死盯着那个黑漆漆的洞口。终于开了，李虎一脚踹在被切开的门板上，那块金属哐当一声掉进了车里。一个通往天堂的入口出现了，冲啊！不知是谁喊了一声，疯狂的人群像决堤的洪水，争先恐后地向着那个洞口涌去。李虎和王大妈冲在最前面，他们的脸上是即将得偿所愿的狂喜。他们不知道，等待他们的不是冰镇西瓜，而是通往地狱的单程票。再次醒来时，鼻尖萦绕着淡淡的消毒水味。我不适地睁开眼，发现自己躺在一个透明医疗舱里，身上的伤口已经被处理过了，覆盖着一层透明的生物凝胶，凉丝丝的。
背后的剧痛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新肉生长的麻痒感。舱盖缓缓打开，我坐起身，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。头顶是全息投影出来的蓝天白云，阳光柔和地洒下来，远处有高楼大厦，有绿树成荫的公园，甚至还有喷泉。街上的人穿着整洁的衣服，脸上带着笑容。醒了，陈默端着一杯热咖啡走了过来，递给我。这是真正的蓝山，不是速溶的。我接过咖啡，抿了一口，久违的香醇味道让我想哭。这里是方舟1号，地下2000米。陈默指了指周围，这里有独立的生态循环系统，能容纳10万人生活50年。你的技术帮了大忙，能源核心已经稳定了。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金色的卡片递给我，这是特级公民身份证，你在方舟拥有最高权限，房子、物资随你飘。我接过卡片，指尖划过那冰冷的金属质感，心里却空荡荡的。这就是我拼命想要到达的天堂吗？就在这时，一个穿着碎花裙子的背影从前面的走廊走过，那个身形，那个走路的姿势，我手里的咖啡杯猛地晃了一下，滚烫的液体溅在手背上。怎么了？陈默问。我没理他，拔掉身上的输液管，光着脚跳下床追了出去。等等，你要去哪？我不顾一切地冲过人群，死死盯着那个背影。如果是他，如果这个天堂里还有这种毒蛇，那我就把这天堂也给烧了。我冲上去，一把抓住了那个女人的肩膀，用力把她搬过来。苏瑶，你还没死！女人惊恐地尖叫一声，手里的书掉了一地。我看清了她的脸，一张陌生的带着雀斑的脸。不是她！我愣在原地，周围的人像看疯子一样看着我。陈默追了上来，把一件外套披在我身上，挡住了我的狼狈。认错人了，他低声问。我松开手，那个女人吓得赶紧跑了。我看着这个让我窒息的新世界，刚才那一瞬间的杀意让我明白了一件事，我不属于这里。这种安逸会磨平我的爪牙，就像前世那样，以为安全了，结果死得最惨。沉默，我不想要文职工作。我转过身，眼神锐利地看着他。我要加入废土探索队。沉默愣住了，推眼镜的手停在半空。你疯了？那是死亡率最高的部门，要去地表搜寻资源。面对变异生物和暴徒，你有特级公民身份，可以舒舒服服地过一辈子。舒服是留给死人的，只有在危险里，我才能感觉到自己活着。而且盘古虽然灭了，但这废土上还有很多垃圾，我想去清理一下。沉默看着我良久，他叹了口气，无奈地笑了。我就知道你这种人，笼子是关不住的。申请批准，明天报到。第二天，方舟巨大的合金闸门前，我穿上了一套最新型的单兵动力装甲，这玩意儿比我之前那个土制外骨骼强太多了。轻便坚固，还内置了战术电脑，手里提着一把改装过的重型脉冲步枪，背上是满载的弹药箱。站在我身后的是一支探索小队，他们看着我的眼神里充满了敬畏，那是对强者的认可。队长，准备好了吗？副队长是个壮汉，但在我面前说话小心翼翼。我点了点头，看向那扇缓缓开启的巨大闸门，随着齿轮转动的轰鸣声，外界的光线刺了进来，漫天的黄沙，60度的高温热浪，还有远处废墟中传来的怪叫，那就是地狱。但我看着那片地狱，却感觉全身的血液都在沸腾。方舟里的人在苟活，而我要去狩猎。出发！我踩下装甲的动力踏板，第一个冲出了闸门，黄沙打在面罩上发出噼啪声响。我回头看了一眼身后那座深埋地下的钢铁巨兽，它埋葬了旧时代的软弱，而我是这废土上新生的利刃。镜头拉远，在无尽的荒漠和废墟之间，几个渺小的黑点正迎着烈日，向着未知的深处进发。李虎脸上的狂喜僵住了，他挥舞着斧头砍向空气，身体踉跄2步，撞在合金墙板上。空荡荡的车厢里回荡着金属撞击的闷响，没有食物，没有水，也没有我。后面的人群根本刹不住车，疯狂地往里挤。别挤了，里面没人！李虎转身怒吼，一脚踹在身后一个干瘦男人的肚子上，那男人惨叫一声，被踹得倒飞出去，后脑勺磕在门框锋利的金属插口上，鲜血瞬间喷溅出来。王大妈硬是挤了进来，双眼在车厢里扫射，她扑到墙边，伸手去抠金属板，指甲刮出刮擦声。不可能，那小婊子肯定有暗格，给我找，挖地3尺也要找出来。本就高温的车厢因人群聚集而飙升，有人开始翻白眼，口吐白沫，门口被涌上来的人堵死。那个后脑勺磕破的男人已经被踩断了气。我坐在恒温25度的内舱里，手里晃着红酒杯，看着监控里的一切。前世他们就是这样挤进我家，拆家具、烧火、抢光我的存粮。那时候王大妈还假惺惺地拉着我的手说要互相帮助，转头她就指挥李虎打断了我的腿，说我乱跑会消耗热量，肉就不嫩了。我按下操作台上的广播按钮，
声音传了出去：“欢迎光临我的冰柜，各位邻居，这可是专门为你们准备的雅座。”人群瞬间安静下来，所有人都抬头寻找声音的来源。我手指悬在低温遇冷的按钮上，冷冷笑了。既然大家都热坏了，那就先给各位降降温吧。我轻轻按下了那个蓝色的按钮，遇冷程序启动，车顶喷淋口洒下水雾，制冷机组全功率运转，车厢内的温度瞬间从60多度降到了0度。人群爆发出欢呼，有人张大嘴吞咽着空气中的水雾，凉快了，真的凉快了。这车里有空调，谢谢王大妈。要不是王大妈带路，我们都得热死在外面。刚才还互相推搡谩骂的人，此刻又对王大妈点头哈腰。王大妈满脸是笑，她挺着胸脯在车厢中间划拉了一下。都听好了，这地方是我带大家打下来的，以后这里归我管。那小贱人肯定躲在夹层里，等把他揪出来，我要让他给我洗脚。他叉腰发号施令的样子，让我想起前世他分配我尸体时的嘴脸。李虎没跟着起哄，眼睛死死盯着内舱那扇单向透视玻璃门。他拎起斧头走到门前，躲在里面是吧？老子把你这乌龟壳砸烂，看你还往哪跑！他抡圆了胳膊，一斧头劈在特种防弹玻璃上，斧头被震飞脱手。李虎惨叫着捂住手腕，虎口崩裂，鲜血直流，那玻璃连个白印都没留下。这时候车厢内的温度已经降到了零下20度，原本欢呼的人群开始打哆嗦，身上汗湿的衣服迅速变硬结冰。怎么越来越冷了？王大妈，快让这空调停一下！不对劲，这根本不是空调，这是冷库。终于有人反应过来，惊恐地往门口挤，这就受不了了。刚才不是还喊着要吃冰镇西瓜吗？我对着麦克风轻笑一声，手指移向了那个红色的骷髅标志按钮。既然各位这么喜欢凉快，那我就再给你们加点料。液氮喷射口开启，雾气伴随泄压声从四面八方喷涌而出。最外围那个想往外跑的男人瞬间被白雾笼罩，他连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，手臂皮肤寸寸崩裂，翻出的肌肉组织瞬间变色，接着是一连串碎裂声。我的脸裂开了，后面的人惊恐地往中间退，几十号人挤成一团，中间那个瘦弱的女人被两边的壮汉挤断了肋骨，她张大嘴想要哀嚎，却被涌入喉咙的极寒空气冻住了声带。李虎抓过身边的人挡在身前，那个邻居被他挡在身前，身体瞬间僵硬。王大妈被挤在角落里，假牙冻得掉了出来，磕在地上摔成两半。她拼命拍打着内舱的玻璃，她的脸贴在上面挤压变形。小倩，我是王大妈，我是看着你长大的，你快停下，我错了，我不该抢你东西，你放过我吧，我给你磕头。她额头的皮肤因低温粘在玻璃上，一扯就撕下层皮肉，血还没流出来就冻成了冰碴，挂在她脸上。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，当我这里是菜市场吗？我启动了封门程序，液压门缓缓合拢，几个试图爬出去的人被门板卡住双腿，液压泵发出沉闷的轰鸣，金属门板没有任何停顿地继续咬合，骨头碎裂的声音在密闭空间里清晰可闻。那些人疼得翻白眼，昏死过去，但下一秒又被极寒冻醒，继续惨叫。我端起红酒抿了一口，看着监控里的画面，这才哪到哪，好戏还在后头。液压门彻底锁死，车厢温度降至零下80度，幸存者们的意识开始模糊。一个男人为了取暖，撕扯身边女人的羽绒服，女人尖叫着反抗，一口咬住男人的耳朵，撕下一块肉，男人疼得发狂，抬起手砸在女人头上，喷溅的鲜血瞬间凝固，冰珠洒了一地。